大家好，欢迎进入北欧老吴的盘中直播间。今天是2025年2月21号。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到12点。那么今天的直播的话是，开放给所有朋友，就是只要关注我频道的，都可以发言，都可以提问。你好，李琴朋友，你好，帮我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正常。如果声音和图像都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请把股票的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今天大盘又是一个冲高回落，冲高回落的话，这个我们在周四的盘中解盘已经说过了。在等待朋友们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大盘现在，因为这个周线上已经是一个，我们说一下周线上的这个结构，大盘，这是起涨点3491，第一个中枢，然后小 B 段，然后一个3买，然后一个小离开，这所有这些，我们看一下裸 K 也行。这是起涨点，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离开回撤构成3买，然后再打一个高点。现在这个离开最后这3段啊是有背驰了，但是呢，这3段现在是有背驰，对吧？那么我们现在保证的就是第3段要结束，第3段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那么这个如果说结束的话，这一段那就可以生成新的一段，对吧？可以是在这里做成一个第2个中枢，下面是大 A 中枢，在这里做大 B 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对吧？这是其中一种情况。如果说是6147就是这个历史高点的话，就是现在短期的一个高点。那么也可以是跌破这个前面这个5773，快速跌破它，一个反弹，这里还有一个类似类中枢。然后形成一个2、3脉重合的这么一个卖点的话，就可以走反向。这样的话，那这个调整就深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周线上的一个大的回调，对吧？sorry， 形成一个月线上的回撤一笔。那么周线上的话，它可以是以一个5浪的模式，或者说是3浪的模式也可以，或者说是带中枢的，带2个中枢的。都可以，它怎么选的话我们不知道。如果说要回撤的话，当然最好的情况肯定是，微微的跌破5773，形成一个类似一个扩张型的也可以，或者说就形成一个平台也可以，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调整。所以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67736147这里能不能够形成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但是呢，想要形成那种情况，那么从5773到6147就要结束，对吧？现在它只有3笔，这3笔现在是有背驰的，因为我们之前测过这个黄金分割，它是一个 0.618， 刚好是到了 0.618 出现了顶分型，在周四解盘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了。所以说在出现顶分型，然后它的内部又相对比较饱满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应对呢？对不对？所以这是在周四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在周四做，那你去要做的就是，不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你再去割肉，而是说在出现顶分型的时候，你要用双触发。第一个触发就是顶底分型的触发，第二个触发是内部结构要有背驰，或者说内部相对饱满的时候，你要进场进行应对，对吧？这就是针对这个指数。那么日线上的话，现在这里看它这一笔的回落的力度，如果说只是在这里形成一个中枢的话，
也不是非常恐怖的事儿，因为它这里形成中枢，说明5773上涨的这个可以没结束，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在这里再做出来一个中枢之后再结束，这是一个大 A 中枢，上面一个大 B 中枢，对吧？所以说5773这里可以没结束，也就是说5773周线上上涨那一笔可以没结束，对吧？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定它结束呢？就是这个下跌的非常深，首先踩一脚这个120天，甚至更深的踩一下200天均线也可以。如果说踩了这两个均线，某一种情况的话，然后给一个弱反，那么这个反弹非常弱，比如说只能到反弹到 0.382 的位置，连 0.5 都到不了的话，那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二卖，然后它快速下杀。那么这个二卖是一定要应对的。更恶劣的当然是就直接踩200天，然后一个反弹，然后这样走就更恶劣了。那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2、3卖重合的一个卖点。所以说在日线上，关键的就是这个就是下跌之后反弹这一笔的力度。这个反弹这一笔的力度，如果说不够强的话，那基本上就能够确定这里从6147要形成一个比较深的回撤。那么对于我们小散户来讲，这种深的回撤是应该避开的。所以说在它出现这种可能的一个路径上，关键的位置就是这个5923。所以5923就是我们的一个观察点位，这个空间吧。这个5923不能够非常有力度跌破它的话，那就是在这里震。如果说有力度跌破它，然后一个反弹不回来，那你就知道了，对吧？所以说5923就是你的因为每一种情况、每一种走势类型变化的时候，它都有一个临界条件，对吧？缠论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走势定义的，它是从某一种走势类型转换成另外一种走势类型，它需要通过这个临界点，所以说5923就是它这个临界点。然后我们看一下李朋友问的这个BEAM Genetic Medicine 是一个做药的是吧？BEAM 是一个小药的做药的一个小股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形走的它上市在应该是2021年上市，基本上是从这是2024年、2023年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最低点，16.95这个位置出现最低点之后就没有再打掉这个低点，就这里形成了一个最低点之后一直在这里震，你发现没有？它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枢，我们把它周线上中枢给它画一下，这样的话你就很清晰的知道它是围绕哪个中枢在做震荡。周线上有这么个中枢。一直没有脱离，你发现没有？然后呢，我们把周线的中枢给它画出来，这是进入段，第一段、第二段、3、4、5、6、7、8，已经震到第8段了。周线上已经震到第8段了，对吧？如果说以这个16.95这个价格作为一个切场点的话，它已经震出来8段了。那么它还没有脱离这个中枢，想要脱离的话，就要有一个3买，或者说是3卖，要给我们验证是不是要继续围绕这个中枢震荡。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你要做的策略就是中枢上方中枢震荡策略，我们都说得很清楚了，也重过很多遍。上方减仓，下方加仓。什么时候减什么加呢？是力度衰竭的时候进行减，向下脱离中枢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你想要更仔细的分析的话，需要降低周期，看看最后这一笔它的这个内部是不是已经很饱满了，是不是可以脱离，是不是要被拉回来，对吧？那么在日线上，现在它这里有过几次回撤，但是在日线这个周期都不够比，都是1小时的一个回落。现在这个也只有4根 K 线，那么在1小时上，这里肯定是有一个中枢了。那么现在这个可以当成是1小时的一个3买，如果说回不到这个中枢的话，还是1小时3买。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测一下它的回落的位置。现在如果说能够回落到这些位置，如果说能够得到承接的话，对吧？你必须要有多头来承接呀。如果说它能够得到承接的话，还能再起来一次，
那就看它这个起来这个力度是很弱的起来，还是说很强的起来。如果说能够强的起来的话，还能再次突破一下前面这个小高点。那针对你是两个都持有股，对吧？首先你有没有在这个位置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有没有做减仓动作，对吧？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我们看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在1小时上是有中枢的。快速离开之后，你有没有去做减仓动作？也就是说，什么位置该做减仓呢？就是说这是起涨点，然后这是一笔。你在周页上你会发现，它这里是有3段。但是第3段只有2根 K 线，对吧？这个明显是它的次级别，这个第3段的次级别明显有背驰了。我不知道你即使卖不在35.25的话，那么它再次反弹给你确认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34.5吧，或者35附近，你有没有减仓？因为它这个明显的出现背驰之后，然后再次做确认，然后下来的，对吧？所以说，而且这个下来之后还没有背驰，你发现没有？所以这个二卖，它应该是15分钟的一个二卖，不知道你做没做应对？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1小时上，但是在5分钟上，在15分钟上，这是有个二卖的，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做这个二卖的应对？而且现在还没背驰，也就是说在15分钟上现在是没有背驰的。我虽然看的是1小时，但是我知道它15分钟上就没有背驰啊。15分钟上起码可能再来一次，这里做一个15分钟小中枢，甚至再打一个小低点之后，才有可能结束从最高点下来这段。所以说你的应对的位置肯定是要在它上冲无力的时候应对，而不是说跌下来去做割肉的动作。一定要清楚我们的节奏，是涨的时候找位置减仓，找位置卖股票，甚至你去做空，能有那个能力的话，对吧？而不是说我跌下来了我来割肉，这是绝对是一个思想上你要做出来一个转变。这个虽然很难，其实很难的，因为上涨的时候嘛，人都有这种贪念也好，或者说想赚得更多的这种心理状态，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所以说一定要就是逆向思维也好，或者反人性操作。涨的时候我去卖，跌的时候我去买，但是在什么位置卖，什么位置买，这就是我们考我们的技术了，对不对？但是先把节奏做对，再去调整精度。就针对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么，刚才我说的是1小时上，虽然说1小时那个级别相对的比较小的话，对你来说还是主要看你能不能够做那种1小时的周期的操作。你如果说都1小时周期你看不了，你的时间很紧，那就说明1小时那个周期对你来说是噪音。1小时上的这种震荡对你来说你是能够承受的，也就是说这种震荡你是能够承受的，即使说它是，我们看一下它有多大的空间，现在这是7%，虽然说7%也很大，但是你不去应对的话，说明这7%的震荡对你来说是可以承受的，那么你就要修正或者说调整你的交易周期。如果说你这个7%承受不了，那说明这个你的交易周期和你所看的图形是不能对应上，对吧？你越的承受能力或者说你的风险喜好越低的话，那你就要交易的周期更低，这个一定要对应上。所以说这是去根据每个人的一个性格，根据每个人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定的，你不能说有一个这个万能公式，所有人都能套用，这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再看他问的这个 PCO2， 也是这是一个搞技术的公司，现在价格83。我看一下这个图形，也是上市了一段时间，做软件的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在40附近有一个最低点，这是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周期，一个明显的通道，你发现没有？我们还没有画图形，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通道。你发现没有？它这个从最低点一直就没有突破过这个通道，所以说通道呢，就是这种通道线也好，或者趋势线，最好用的就是在周期越大越好用。它一般想要突破这种通道，需要的力量特别强。
那你的交易策略就很简单，到了通道上下附近2%、23%左右的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就减嘛。回来了，到了通道下面的时候，你就买嘛，对吧？这就是简单的操作策略，对这种非常规则的这种运动的时候就非常好用，不需要你去学什么缠论，对不对？所以说它在没有变化、没有突破现在这个震荡节奏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做其他策略的，你就是上沿附近，你也不需要卖的特别精准，也不需要买的特别精准，就差大概齐，对不对？就可以了。所以说，在它没有变化之前的话，那就是一个通道的一个震荡策略。所以说，针对这个 PCO2 的话，我们也不需要看的太小周期，因为它走的很碎，其实它的小周期走的很碎，其实更不太适合你做那个更小的交易。你要想做这种更小的交易的话，这个内部的话，那你就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去看。其实说用这个相对来大的周期的话，能够更清楚的体现这个，这只股票的一个走势或者这个公司的走势。它只有说非常有力度的，你发现哎非常直线拉升突破这个通道上沿的时候，你才需要关注它基本面上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公司的这个构架也好啊，人事上也好啊，还是说跟那个宏观面相关的，还是说有收购才有可能改变现在这个结构。然后再看这个一凡朋友问，他的问题关于扩展中枢的进入段的，能详细说一下前面说的进入度变成进入段，这个前面从哪里开始？扩展中枢的进入段。那么他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画一下图形。他说的扩展，什么是情况下出现扩展呢？这是第一个中枢，我把这个中枢的这个高低点画的稍微的参差不齐一点，对吧？这是第一个中枢，然后第二个中枢可以这样走，对吧？也是一个通道。那么这个中枢的第一个中枢在这里，然后第二个中枢在哪儿呢？是这个的回落没回来，这个是300，然后开始出现震荡。第二个中枢在这里，那么这个中枢的高低点跟这个低点它们有接触了，说明这个中枢扩张了，对吧？中枢扩张之后，这个中枢的这个中枢的话，就新的扩张之后的中枢就是高点就取这个第二个中枢的高点，低点就取第一个中枢的低点。那么进入段前面这里是进入段，然后这里是开始走离开段，对吧？所有的前面这些都变成进入段。进入段就是 A 嘛 ，A0 嘛。然后再看这个苏珊朋友问的这个，应该是跟芯片相关的这个3倍的做多的 ETF， 日线上一直在中震荡很久了。对啊，现在它没有那什么呀，没有方向啊，现在不是在等那个英伟达的财报嘛，对吧？英伟达财报没出来之前，它是不会选方向的呀，所以震荡很久了，很正常。你就所以说还是切换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周期上，交易周期非常重要，还有交易级别，说你看的周期和你操作的级别能不能够这个联系起来？比如我天天看1小时，我天天看日线这个周期的话，但是我交易可能用5分钟的，对吧？那你这日线的大周期只能看看大方向。对这种3倍这个 ETF 来说，它的损耗是比较大的。那你想做的这个，你看它每天的波动6%，这是4%，相对是比较大的。你要是看的周期太大的话，那么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这个损耗，对吧？所以说，针对这种3倍的 ETF 是不适合长期持有的。它从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你看它有一个小的这个区间在这里震嘛，这里有一个小区间震荡的话，你在这个位置买了，然后在这个你买了之后，你没动，它来震回来之后，到同样的位置的时候，你这个手上的那个股票是不值那么多钱了，晓得吧？它这个3倍震荡之后，它这个损耗是比较大的。所以，针对这种的话，有能力做这种，其实这种是比较适合做日内交易的3倍的这种，对吧？
什么时候可以持有3倍的也好，10倍的也好，或者说带杠杆比较大的呢？单边的时候，就是说这种走单边段的时候，这种天天都有新低的时候啊，每天一个低点的时候，这种才适合持有那个带杠杆的 ETF 也好，带杠杆的品种，因为它下跌的这个幅度远远大于那个杠杆的损耗，所以说你可以长期持有，起码这段时间你可以每天都有新低的时候，你可以拿着这个3倍的，不用去做任何动作。但是在做震荡的时候，你如果说持有这个3倍的话，那损耗就很大了，很难这个很难那个操作3倍的这种，就是你要判断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是在做中枢震荡的一个趋势行情，还是说走单边的行情，这个是要你做判断的。那么它的策略是不一样啊，对吧？单边的时候和震荡策略肯定不一样，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也只能简单说这么多，这个因为毕竟你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太多的具体的什么，所以我们就说一下，他现在应该就是在等待英伟达的一个财报。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其他的。那么在等待你们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在这个说几个，我们可以看一眼英伟达的这个。英伟达的话，现在我们之前说过，在做盘中解盘的时候说过，它有2个高点连线，对吧？有很清晰的一个趋势线。那么到了这个位置，因为它下周3盘后要出财报了，在这个下周3出财报之前的话就没方向，所以说它现在就是在等。那么看它如果说能够给到一次有效回落的话，如果说在周3之前或者在周3当天的话，看它这个回落的位置，看能不能够踩一脚这个120天嘛。因为120天均线对它来说是相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120天这个均线，前面这里是有过多次尝试，就是除了这个 DeepSeek 这个事儿之后是跌破过这个，对吧？然后又被拉回来了。现在是说可能是虽然说DeepSeek 这个事件说现在可能对硬件的需求没那么大，但是呢，可能是也让 AI 的这个整体板块或整体的行业得到了很大的受益，所以说对它的需求量可能那个减少的并没那么明显，这也造成大家开始往回买。那么英伟达这个财报就相对就比较重要了，它的整体的数字也好，尤其是展望吧，它的数字肯定一定要比预期的要强，因为市场对它的预期太大了，预期太高了。你想要打掉这个比预期更强，才有可能要给到市场惊喜的时候，才有可能股价才能涨。因为你已经预期的很高了，你又达不到那个，然后或者说你市场的前期展望也可以，前期展望很高，对吧？也可以这个让这个市场比较这个乐观，才有可能继续往上走。所以说它如果说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再下来可能是要再去跌破113，走反向的话，这里走反向，那么就是说看它能不能有个可能要做2次回撤之后，对吧？做一个很深的回撤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周线上，甚至是看一下月线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月线上，我们看它这个结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浪形起来的，这是看的是月线，这是这个价格已经是复权之后的了。那么它在这个起涨点的话，这是一个 10.08 那个位置，对吧？这是一个3浪，明显大3浪上来了。如果说能够4的回撤比较深的话，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那也要到 98.76 呢，看到没有？如果说是比较深的回撤的话，如果更深的话，可能就要到81了，80、81。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价格，30%的回落，40%的回落，对吧？只有这样的话，它砸出一个大深坑来，类似一个黄金坑。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4浪回撤，那肯定是在大仓位的往里买啊，因为它这个价格又便宜了呀，对吧？经过市场调整之后，这个位置它可能价格跟它的市值相比较的话又便宜了，又可以进场买了。所以说，下面空间太大。那么往上走的话，
你想想，这个是已经出现这么个事儿了。如果说它的财报和它预期，前期展望比较差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个153的话，想要再次突破难度比较大。所以我个人是偏空的。看它财报之前吧。如果说财报之前能够回来一次，没准可以再买点机动仓，然后看它能不能再上来一次。也就是说，它这个周线上这一笔可以完成的。就是说周线上这笔可以完成之后，但是不能够突破153，其实还是可以在这个周线上继续震，可以再回来，甚至是跌破这个133，这样的话就是构成了月线上回撤一笔，对吧？就看它这个财报之后，153这个位置其实在技术上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如果能够突破153，那么力度又很强的话，那就希望走离开段。但是呢，它因为进入段非常有力度。进入段的力度非常强，起码这段的力度，如果想达到同样的空间的话，在214了，对吧？等努力能去杀到224去，所以说，下周这个财报是非常关键的，那就看拭目以待吧。我们也不知道他会怎么选。看一下苏灿朋友问 UNH。能不能够开仓？这个我记得是不是你之前也问过一次？就在它前面这里下跌的时候问过一次，好像是。不知道这段你有没有吃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你看我们之前是分析过这个票的，它在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对吧？月线上这个中枢现在是回撤了4根4个月。刚好到了月线的底分型的下沿445.68，但问题是什么呢？它现在这个只用了4根 K 线就砸回了中枢里面，它前面这里可能走了8个月甚至10个月的周期，它只用4个月就砸回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力度强啊，这个回拉的力度太强了，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回拉的这段有没有消化，这段的内部结构，看一下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如果说看它的整体结构能不能够撑得住吧，不知道，看一下这个次级别3段，但是这个第3段现在是明显不够，这个不够比。前面这里我们也画过一个趋势线，对吧？看到没有？前面这里有几个高点连线，画个趋势线，刚好踩了一脚这个趋势线。那么现在周线上，我们可以把它这个3段给它画一下。这3段周线上是，可以先当3段看，因为它的第3段还不够比嘛。我们现在分析的重点就是，从553这个位置，553下跌的这段能不能够结束，对吧？先比较一下力度吧。这3段的一个力度，现在是刚好踩到0.618了，对吧？但是呢，力度太强，看这个 MACD 杀得太深了，杀得太深。所以说，我们再看一下日线上最后这一笔。但是日线上最后这笔，因为这个一个大的跳空缺口，不知道是什么消息刺激的啊，但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空缺口。今天是跌了8.96%。那么明显是加速下跌了，这里是有2个小中枢吧，但是现在明显是走离开呢，张口张得太大。要想那个接飞刀的话，你像这种大跌想接飞刀的话，等3天，一般的理论就是等3天，看看能不能够收平，算上今天吧，算上今天，一共3天的话，对吧？看它这里能不能够收平，然后你搏一个反弹。对吧？你有这个能力是可以搏这种反弹的，但是如果像长期持有的话，我们就需要它的这个划线的话，起码这个 MACD 没有这个企稳的状态。你看前面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怎么收回来的，对吧？它是要收快慢线要收回来，然后才有可能掉头。所以说，你要想搏一下的话，没有问题。有能力搏一下的话，是可以尝试搏一下，但是那你就要有严格的止损策略。这种大跌下来的，
除非是它的消息面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的时候，才有可能再拉回来。它的盘子也不小，所以说看个人能力吧，这个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这种它明显没有下跌趋势没有完成的时候，进场都是刀口舔血，这种都是刀口舔血的活。老 Rain 朋友问，能问直播时间吗？是每天这个时间吗？肯定不是每天呢，因为我直播的话只有周五，就是说在我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会周五直播。而且呢，现在这个直播是给所有人，我看你也是加入会员的，对吧？加入会员的话，我基本上就是有的时候会1个月的话开放1次，最多2次吧，1次到2次开放给所有人来那个提问。但是大部分的周五直播的话，只是给会员朋友们。但是呢，即使是这个直播也不是必须的，因为我所有的这个频道里面的视频也好，只有周末的这个会员专享的视频才是我必须要做的。所以平时的解盘的话，我如果有时间，我肯定就会做；没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也就不会做。所以说，没有那个平时的解盘和周末的这个周五的直播也都不是必须的。所以说，唯一我需要有合同在里面的就是我的周末的这个解盘。那么你问每天这个时间肯定就不是每天了，对吧？所以说，再看一下这个李琴朋友问，能不能画一下 PCOR 的周线图形的这个？哦，你说想画一下中枢是吧？就是说画一下它的那个画线，我们可以把它的画线给它，把它 K 线给它画一下。这个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其实也有一些那个参数，或者说这你看 TradingView 上，或者说你自己有这个能力自己写的话，也可以自己写，或者说这里面有一些免费的画线的那个，你也可以用一下免费的，或者说看看有没有收费的，对吧？这个 TradingView 里面应该有很多的，但是像这种大周期的都很简单的。但是这个是经过一个特殊处理之后，我们就画到这里，然后在这里，在这里，对吧？所以说，而且它这个应该有没有，应该是也是出现了一个，我们看一下这是有多少段，1、2、3、4、5、6、7、8、9，刚好第9段，前面是进入段，升级了。是非常大的一个，这是周线级别的本级别中枢，现在这个中枢是周线级别的本级别中枢，也就是说，因为中枢的构成在缠论里面是由线段构成的，我现在画的是笔，所以说你要3笔3笔画的话，3笔构成中枢，3笔构成线段，3笔构成线段，哎，这个就是我用这个红颜色的画的这个中枢。红颜色画的这个中枢就是周线级别的本级别中枢，发现没有？所以说，那么它后期的演变的话，我们看一下，从这个起涨点的话，从49.46的话，现在是有3段有这个背驰了，对吧？而且这个 MACD 也是比较弱，就是第3段弱，所以说你要有的话，就肯定现在应该减一点仓没有问题，等待这个再回来。因为这个再回来2次回落的话，是这个下面这个中枢的300。为什么说是2次回落反而是下面这个中枢300呢？因为这个中枢是升级了9段的这个，是周线级别的本级别中枢，所以说你1次回落，它跟它的中枢级别是它的次级别，再次回落才是本级别的这个300。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这个应该卖一卖，等待它再次回落之后。其实打掉前面那个低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都没有关系的。那么再次回落反而是这个中枢的300，还可以再看能不能够在这里做一个小中枢之后，能不能够很有力度的上去。也就是说，这就变成了一个什么结构呢？我们可以再多说一点，这就变成了这个49.46，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周期的一个离开段了。下面这个所有的这些都是这个大的中枢。然后前面这是进入段，这是走离开段，对吧？这是周线级别的离开。然后我这个蓝线呢是日线级别的这个中枢，就是说这是由笔构成的。
下面这个中枢是由线段构成的，它是有本质上区别的。那么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做出来第二个蓝的小中枢之后再上去，这样的话才有可能结束这个 49.46 的一个上涨。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它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小中枢的中枢震荡，只要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对吧？或者说它也可以是走反向，它把这个位置跌破了，走反向也可以。好多人说你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我怎么操作呢？对不对？你不就没有办法操作了吗？这个也行，那个也行，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其实不是的，这就需要你的个人跟踪了呀。你需要仓位的继续去往里进，然后跟踪它。首先这个位置要减仓下来了，即使跌破这个位置可能要加一加。如果说它跌破这个位置之后还往下走，那你可能要把加的位置加的那些仓位再减掉，因为它可能只是一些反弹走反向，对吧？不能说啊，我这个只看涨不看跌，那你这个分析是片面的，对吧？而且这个我们之所以要分析，既往上看也要往下看，是因为这是缠论的完全分类。你只有知道了或者学会了完全分类，你的那个策略制定的时候才是够全面的。你不能够只想涨不想跌呀。你这个位置没有观察的这个点位的话，你都不知道看什么，对吧？那可能跌破了 72.88， 我就要看它的跌破的力度。如果说它的次级别跌破的力度的时候非常弱，是带中枢的，甚至带2个中枢的这个回落的话，那我就不害怕呀，因为它只是一个有效的、很浅的回撤，也不会说跌破了 72.88 之后就会出现快速下杀呀，因为它的内部很饱满了。我是结合它的本周期和它的次级别2个周期的，所以说它出现快速下杀的可能性很低呀，那我就可以买啊。一定是仓位。你的分析之后一定是配置去仓位子，然后来跟踪现在这个票。好的，还有半个小时，将近半个小时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问其他的股票。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再可以说几个我在平时直播中讲的跟踪的这几个。现在看一下特斯拉吧。特斯拉的话，我们也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这个大周期的话，这个是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周线上它是有一个1、2、3段，我们看的是这是4的回撤，对吧？现在周线上也形成了周的底分型了，这个4浪回撤有希望结束，现在是出现了周的底分型，但是呢，前提是这个325.1能守得住，这就是你周底分型的这个最防守位。如果说你的操作周期是以周线作为防守的话，或者说你这个周线上有仓位的话，那么325.1就是你的防守。那么你如果说这个位置出现底分型了，你又看它的内部结构，然后进点仓位的话，那你就分批进，这种不要去拿大仓位往里搏的，它完全可以打掉这个仓位，再往下走，到了299.1，然后再出现一个反弹。也就是5的反弹，因为是一个1、2、3、4、5嘛，对吧？如果说你在325.1止损了，然后仓位又很大，我们看一下它的空间，它到0.618的话，也就8%的空间，对吧？你如果说仓位很大，但是就是就看你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能不能够承受得了这个将近8%的一个再次回落。所以说我为什么说一直说你判断不准确的时候，就要仓位要缩小。降低一点仓位，这个位置比如说进个10%、20%的，然后再次下来再进个10%、20%的，你这样的话一累积的话，它再起来，你这些都可以解套了。但是如果说你的仓位非常大，一心就想着一次买个大底的话，那么如果说跌破了325，然后你一止损，它可能刚刚回落一点，直接拉回来，就很容易形成那种传统理论经常用的叫破底翻的那种模式。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第4浪和第4笔的一个日线上，那么在周4我们解盘的已经说了，它是没碰到前面的373，对吧？那就形成了一个1、2、3、4的一个反弹，现在是有希望出现第5段了。那么第5段它就看它打掉325.1的力度，如果是快速下杀的话，那也可以是1、2、3、4、5、6、7，甚至8、9，
都可以的，没有说一个定式的，只能是5笔，或者说只能是7笔，没有的。那你要看这个每次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才可以确定它后面是不是有新的一段下跌。那么如果说不能够跌破325.1的话，但是回撤也够笔了，那就有希望会给到一个2买，看它这里能在这个反弹，对吧？所以说有2买的时候要进，那这段反弹可以跟。如果说反弹力度很强，跟1比较没有背驰，可以多拿一拿，然后回来了，出现顶 V 型的，然后再卖一卖，回来又回来了，哎，碰不到前面的又是一个4浪，又可以做，就是一段段分段做。所以说，交易周期首先定好，然后就把这个小周期的看清楚了，每一个节点的位置找好，对吧？该进的时候进，该出的时候出，这样的话你就操作起来就有这个韵律感。你会发现你是跟着与庄共舞，这好多人，这 A 股里面他们经常就是这么说，与庄共。什么叫与庄共舞呢？就是庄家往上拉的时候，你是在车上的；庄家开始出货的时候，你是下车的。然后到位置又开始接人了，你又进去了，上去了，你还在车上，对吧？你的永远的节奏踏的都非常准。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哦，这个操作起来很简单啊。夏天的时候我不在车上，上涨的时候我都在车上。对吧？这样的话，你的操作才有节律感、韵律感。为什么禅师说，操作股票啊，就跟跳舞一样，是一样的，都是要看节奏嘛，踏那个点，踏准那个点。这是这个针对特斯拉，但是特斯拉现在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因为马斯克深度介入了这个美国的政治，就会造成很多人以这个特斯拉。这个品牌也好，它汽车也好，来表达他们的一些政治意愿，对吧？造成这个销售方面可能会有问题，但是这个可能是市场来作为一个打压它股价的一个手段，但是具体销售的可能，因为在这个股票上，它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那个传言呐，或者各种新闻呐，都会用。尤其是下跌的时候，它会出现很多负面新闻；上涨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都是正面新闻，什么 Robotaxi 啦，又是助选啦，好多都是正面新闻。开始回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天都是负面新闻，会让你的情绪上会有很大的波动。所以说呀，选股其实更多的是基本面、技术面结合起来，那你这样的话才不会受更多的消息的影响。其实很多时候出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么出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位置不敢买，因为你想，哎呦，现在这个负面消息太多了，没想到人家这个结构已经调整得很好了，然后开始涨的时候，这个出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啪一个上去，对吧？所以你不能说单单看这个消息嘛，永远都是机构啊，这些大机构或者说这些想操纵股市的人发布出来的所有的消息到我们手上的时候，都不知道几手消息了，都是 N 手消息。我们能够读到的消息，永远不可能是内部消息，除非是你真的是人脉特别广啊，你能够拿到内部消息。所有的消息到我们这儿都是人家想让我们知道的消息，我们才能看到。所以说，以消息来作为你的操作进场依据的话，是最傻的那个操作方法。看到消息不好了，我开始减仓割肉，那可能往往就是搁在这个地板上，晓得吧？所以说，消息很多时候是结构到了，消息才出来。你发现，哎，到了这个位置了，可能消息更差，那就可能是那个大的机构他们放出来消息，想让散户割肉，搁在地板上。地板肉，那么买在地板上的肉，那才是最美的，对不对？就是你一割肉，那大机构全进了，然后他就放出来好的消息，又往上涨。所以说，看消息炒股是非常害人的，一定要了解你操作的这个股票的长期的这个基本面。如果说实在是不懂的话，像我们这点散户这点这个理论基础非常差的话，就看那些大机构，对吧？你就看这些机构的这个持仓。比如说他们有13F 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这些是不是还是一直持有着这个票，他们长期的，因为他们的资金量大呀，他们想进想出都很难的，他们要做深度调研的呀。对这些大的机构来说，他们需要非常深度的调研才敢重仓往里买入一个或者卖出一个。
就是他们的一个动向，其实是我们这个相对来说可以给到我们一些指引。这是特斯拉，还有15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问你们关心的其他的个股。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再继续看。我们再看一个这个英特尔。英特尔的话，我最近几天一直在开始跟踪这个它，因为它呢是因为首先就是说它的基本面上，那么美国想要因为 AI 行业嘛，都是芯片，对吧？你芯片的话，如果说全部都依赖于这个，因为现在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台积电嘛，对吧？所有的都依赖于台积电，那么对美国的战略上肯定是一个危险。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些东西，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那么全部依赖它的话，肯定是不现实的，起码对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是不现实的。那么台积电又是一个老牌的芯片制造商。然后它的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可能更高端的芯片它做不了。那么现在市场上现在因为这个特朗普上来之后嘛，说是有可能要拆分它，或者说有可能要把它的一些部门要卖给台积电啊，或者因为台积电现在在美国也建厂了嘛，但是可能没有在美国造这个更高端的这些芯片，所以说有可能说，比如说把英特尔的一些部门卖给台积电。或者是卖给这个 Broadcom 呀、高通啊，就这些，把它们瓜分了，然后在美国造更高端的芯片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为什么它往上走，这就是其实就是说基本面跟这个它的技术面有结合出来的一个走势。现在，那我们之前分析过18.73这里，这是一个1、2、3段，明显3没背驰嘛，对吧？3没背驰，跟1比较没有背驰，它这个里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它的次级别的话，这里是有2个小中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第3段的一个内部。下面这里有一个回落，但是1小时上也不够比。其实啊，它这个1小时上走的很简单。1小时上，如果说你要画的话，是可以这样画。这里是第一次回落，第二次回落，第3次回落的话，哎，不能这样画。我把我之前画的一个，应该是直接第1到这儿，2在这。然后3在这，4，然后现在是这个5，就是严格的定义来画的话是这么个画法。你说不严格的话是1在这，2在这，然后3、4、5、6、7都可以，因为它的包含的比较多。然后呢，有单根 K 线破坏了很多结构，会造成你画的时候有一些难点。它这个小周期。1小时上不太好画，因为它好多的是有包含关系也好，然后又有单根 K 线破坏的这个结构，对吧？如果说严格的话，就是第一笔就画到这里2，然后这里是3，然后现在4、5，其实都差不多的。你是一个1、2、3、4、5，还是一个1、2、3，还是一个1、2、3、4、5、6、7，都没有破坏这个结构，你只是一个浪形的这种，对吧？所以说没有破坏结构。现在就看这里是要不要做中枢，1小时上做到中枢之后。看看能不能够再继续往上走，或者说你走一个3段也可以，3段然后出现一个背驰，那么这个3段的话就会构成日线上那个回落那一笔。那么日线上回落那一笔的话，还只是一个4的回撤，看到没有？日线上回落这笔的话，还只是日线上这个4的回落。如果是碰不到22.41的话，还可以有5，有5的话，5很长，就像那个帕兰提尔那个5，帕兰提尔那个第5浪走的非常长，也可以有6和7，对吧？如果说帕兰提尔，如果说这个5不够长的话，有背驰的话，就可以再回来，再继续做中枢，然后再上，然后再做第2个，再结束。结构就是这么生长出来的，你能不能够跟踪它，那么就看你的个人时间，以及你对它的判断，是不是这里哎可以结束了呢？那如果说杀得非常深，那就弱了，对吧？以浪形的这种模式往上走的时候，是一个强势表达。以这种回落构成中枢的这种时候是弱势表达，那么弱势的时候形成中枢，然后一个反弹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那就是2卖，你可能要多卖一点了，它可以走反向。所以说操作的时候首先手里的票一定不能多，你一旦手里的操作的股票太多的时候，你就看不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很麻烦的。你出现了级别变化的时候，或者说你的级别又控制的比较小的时候，你根本看不过来。
所以说最好就是手里的票3、5只。如果说资金量不太大的话，比如说你的资金没到那种千万、亿万级的时候，就3、5只就够了。然后精选个股之后，然后这个每个周期都可以做，你这样的话才能够那个每段都能吃得到，对吧？这样的话利润也丰富，你看的也少，你的精力上也不会牵扯太多。我们看这个苏珊问了一个，这个是 Amazon 应该是，他问的是 AMAZ 哦 A， 他可能是代码打错了，应该是问的是 Amazon AMZN， 请确认一下这个苏珊，你问的是亚马逊吧？我们可以看一下亚马逊的这个图形。现在是月线上，没有包含关系，最高点是在本月，现在月线上还没有顶分型出现，月线上还没有顶分型。然后看一下 81.43 到这个最高点的周线上它的结构。周线上这个结构的话，我们把这个亚马逊的结构给它画一下，补一下。从216这个上涨的话是4根，对吧？4根又破坏了前面这个下跌，意味着你要修正前面的画法。这里需要延伸到这个位置来，就是这一笔要延伸到这里。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现在这个下跌，现在这个回落也只有3根，也就是说周线上回落也不够比。然后现在这个结构，我们看它这个前面这个结构，145，它就是以周线上大浪形起来，1、2、3、4、5、6、7，又是一个7浪，对吧？7浪我们说过有这个7浪衰竭和9浪衰竭这2个模型的。那么你现在可以比较一下5和7，当下那个位置为什么会出现下跌？不奇怪了吧？你一画出来就觉得不奇怪了，对不对？为什么2、3、4这个位置出现下跌呢？等比例呀，看到没有？不奇怪了吧？那么现在又出现了周线的大的顶分型，现在出现3周的一个下跌，我们要关注一下。现在看一下3根之后，这个顶分型能不能够延续出一笔下来，对吧？如果说它的内部，也就是说这3根 K 线，这3周的这个 K 线在日线上结构已经很饱满了，那意味着这个顶分型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可以再打一个高点，意味着151上涨没结束。所以说你这时候就要降低周期了，要去看这3周的这个结构。当然了，看这3根这个结构的时候，也可以结合它的前面这段的内部，因为它可以没结束啊，它在这里可以做小中枢，然后再上去。所以说是2个，就是从151这个上涨也要看，回落的这段也要看。我们看一下日线，我们把日线上这个结构给它画一下，下面有一个日的中枢。然后这里是出现过有效的一笔回落，然后再次一笔上去，然后再一笔下来，对吧？日线上它的结构是现在有希望在做第2个中枢。那么关键点位就到了前面这个216.2这个位置，所以说216.2这里是潜在的有这么一个日线中枢了，对吧？就是说它可以在这里做日线中枢，这样的话前面是 A。可以在这里做 B， 然后再打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那个151在周线上那个上涨没结束嘛，我们说了，那么也可以是打掉216.2，跌得很深，慢慢往下走到120天、200天，然后一个反弹，因为这里是可以有一个类中枢的，反弹之后连216.2都碰不到，那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23脉重合的一个位置，对吧？现在它这个下跌的这个动能还是很强的，有点阴跌的那种感觉。就242下来这段，你看它这段的整体的这个 MACD 快下到0轴以下去了。如果说要这么走的话，可能要直接就一个快速下杀，直接锤到120天或200天去。这个相对的我们要谨慎一点。它这个次级别小周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往下走，我们可以利用最后的5分钟时间。把这段的小周期也看一下，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这就是大家问题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细一点，
为这个越细的话，你就能够更精准的把握它的内部。那么在1小时上，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再次反弹，又一次反弹，发现没有？1小时上应该是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是够中枢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一次上去，再次下来，再上去，然后这个反弹是构成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再下来给了一个3脉，然后又快速杀下来。它的1小时上的结构，我们一画出来，你就清楚它在干什么了。所以说，它现在你要关注的就是1小时上这个结没结束嘛，对不对？现在它的前面是一个3段构成了进入段，然后构成中枢，然后离开也是3段。现在就看这个离开这3段，现在首先能不能够背驰啊？只有这3段出现背驰了，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日线的下跌。现在已经跌破了等比例了，也就是说拉不回220的话，那这3就不背驰，那你就要等4和5，它可以一直踩到216去。所以说，针对亚马逊的话，没背驰你就不能进呢。你想进的话，那就需要再次降低周期。现在看的是1小时上，1小时没背驰，你要想操作的话，你就要去15分钟上，甚至是去5分钟上才能有机会，那就太细了，就更小了。大部分人那个周期你只能去做日内的，那个难度就更大了。还有3分钟时间，最后看一个，我看一下这个叫 K 朋友的问的 FAMA 能不能够开仓？我看一下这个图形，都涨到天上了，你想开仓是吗？还是说你觉得能从7块钱再回到？这好像是这个次贷危机的时候那个票吧 ？Feminine 房利美还叫什么玩意儿？是不是？你是觉得这个能够起来是吧？这里因为传统理论里面这有一个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对吧？你不知道是不是觉得现在这个空间打开了，然后现在往上走是吧？能不能够开仓？我看一下这个大的结构。首先在这波的起涨是在哪个位置呢？应该是在这个 1.02 1.06， 这波的起涨就是在 1.06 这个位置，1.02 这个位置。1.02 现在月线上已经有一笔了，首先月线上有一笔，但是它的确实很强，这一笔拉得很强。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周线上是可以有个2买的，虽然说它其中有一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但是是可以当一个2买用的，也就是一笔上一笔下，然后一个1、2、3，周线上可以这样画。一笔上，一笔下，然后3在这里。现在是周线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又变了，也就是周线上这个 2.24 上去这段内部上看一下内部结构有没有结构够不够饱满，可不可以这个继续上冲。那么日线上3段很清晰的3段，明显3弱呀。对不对？它完全可以回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明显3是弱的，目测你也知道3是弱的，而且打了高点的这个弱，就是这个到了最高点8之后，明显3是弱的。你说这个位置你能进吗？你刚好买在了这个前面这个高的位置，它完全可以再回来一次，而且它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从这个8这个跌到下面这个位置要跌37%、40%左右的一个空间吧。它的震荡区间是40%。你这个位置进去刚好是买在最高点，你说你进不进？起码要给到一笔回落才可以。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回落到这些可能的潜在的止跌的位置，对吧？这样的话就是在做日线这个中枢，然后才有希望再上去。这是往上走，也可以结束啊，因为日线上这3段已经有3笔了。它完全可以结束这个周线上这一笔的这个上涨，也就是说周线上这一段可以结束了，它可以回来做周线上大的一笔回落，碰不到前面的还可以有5，所以说它也可以是
杀的非常深，杀掉这个5块钱这个价格，然后一个反弹，然后给一个二卖，这样的话以这种方式来构成周线上的一个回落也可以。怎么选？那就是不知道市场怎么选了。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